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们的频道主要是讲健康生活与饮食的，希望大家会喜欢。为什么老年人需要更多的蛋白质呢？蛋白质是构成肌肉和骨骼的关键营养素，对于我们维持肌肉质量、骨骼健康和身体功能非常重要。老年人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在老化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变化。据研究，我们在40岁到80岁之间呢，会失去30%到50%的肌肉质量，不只是肌肉流失，骨骼密度也会下降，这就增加了跌倒和骨折的风险。老年人可以通过摄入足够的蛋白质，以提供必要的氨基酸，来促进肌肉的合成和修复，以及维持骨骼的稳定性。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对蛋白质的利用效率也会降低。尽管老人摄入与年轻时相同数量的蛋白质，但老人的身体无法达到同样的利用率。这是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可能存在一些生理和代谢的变化，包括消化和吸收功能的减退、激素水平的改变，以及细胞信息传导的降低。这些变化可能会影响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过程，这意味着老人们需要摄入更多的蛋白质，才能满足身体的需要。另外一个因素呢，是感染和其他医疗问题引起的炎症。炎症是身体对损伤、感染或其他疾病过程的自然反应，它会导致身体对蛋白质的需求增加，以支持修复和恢复过程。炎症呢，会导致蛋白质的分解加速，同时抑制合成新的蛋白质。这意味着老年人在感染和炎症情况下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来满足身体的需要，并支持免疫系统的功能。那么老年人该如何满足他们的蛋白质需求呢？据研究表明，在美国近一半的老年人的蛋白质摄入量不足。蛋白质的摄入量因年龄、性别、体重、活动水平和个人目标而异。对于年轻人18到30岁和中年人31到50岁，一般而言，每天摄入体重的0.8克至1.2克蛋白质是合理的。例如，一个体重为70公斤的人，每天摄入蛋白质的质量可在56克至84克之间。较高的摄入量可能适用于更活泼的个体或具有特殊健身目标的人。老年人51岁以上，包括51岁。由于老年人呢对蛋白质的利用效率可能降低，一些研究呢建议老年人的蛋白质摄入量略高于年轻成人，每天摄入体重的1克到1.2克蛋白质可能更适合老年人。同样以70公斤的体重为例，摄入量可在70克至84克之间。然而呢，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应该摄入更多的蛋白质，这是因为慢性疾病可能会导致身体代谢加速、蛋白质分解增加或肌肉组织的损失。因此，额外的蛋白质摄入对于维持肌肉的质量、提供足够的营养支持和促进健康非常重要。那么，有哪些典型的慢性疾病需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呢？首先呢，我们来说说慢性肾脏疾病。在肾脏功能受损的情况下，蛋白质的摄入量呢，可能需要适量的限制。然而呢，在晚期的肾脏疾病中，蛋白质摄入可能需要增加，以满足身体的需要，尤其是在接受透析治疗的患者。癌症患者通常需要额外的蛋白质来支持免疫功能、恢复和修复受损的组织。癌症治疗过程中，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有助于维持肌肉质量和减少体重的损失。对于糖尿病患者，蛋白质呢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因为它们对血糖的影响较小。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可以通过适量的蛋白质摄入来平衡饮食，控制血糖波动，并支持身体的修复和维持。一些研究表明，摄入适量的蛋白质可能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如高血压和高胆固醇。老年人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情况下，适量的蛋白质摄入可以作为维持心脏健康的一部分。那么对老年人来说，是以动物蛋白还是以植物蛋白为主比较好呢？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在消化和吸收方面的差异是什么吧。从消化速度来看，动物蛋白通常在胃中消化得更快，而植物蛋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消化。从氨基酸的组成来看，
动物蛋白通常具有更全面的氨基酸组成，包含所有必需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是身体无法合成的，需要通过饮食摄入。相比之下呢，植物蛋白可能某些必需氨基酸的含量较低。然而呢，通过在植物蛋白中组合不同的食物源，如谷物与豆类的搭配，可以获得所需的氨基酸，从而呢满足蛋白质的需求。植物蛋白中可能存在一些抗营养因子，如植物血凝素和纤维素，它们可能会影响蛋白质的消化和吸收。这些抗营养因子可以与蛋白质结合，形成复合物，降低蛋白质的生物利用率。然而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抗营养因子并不会对蛋白质的吸收产生显著的影响。那么对老年人来说，是以动物还是以植物蛋白为主比较好？其实对老年人来说，以植物蛋白为主，将动物蛋白作为辅助来源，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饮食方式。植物蛋白通常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有助于维持肠道的健康和全面的营养摄入。此外呢，摄入植物蛋白呢，就不用担心过高的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了，这有助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老年人呢，可以通过摄入豆类、谷类、坚果、种子、豆制品和蔬菜等植物蛋白来源，获得适量的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这些食物可以提供丰富的营养，并有助于减少慢性病风险。动物蛋白呢，可以作为植物蛋白的补充来源，以提供更全面的氨基酸组合和一些特定的营养素。最好将蛋白质的摄入均匀地分布在各餐中，而不是在一餐中过量的摄入蛋白质。这有助于减轻肠胃系统的负担，提高消化吸收效率。然而呢，对老年人来说，以动物蛋白为主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饮食方式。有一些研究表明，高动物蛋白摄入与一些慢性疾病的风险增加相关，例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肾脏疾病。此外，高动物蛋白饮食可能导致钙流失和骨质疏松风险增加。相比之下呢，以植物蛋白为主的饮食更健康。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们的观看，下次再见。